Hello，大家好。那我们就是又上个礼拜，直播了一次有关于这个忧郁症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分享。对，那其实有不少人回馈是觉得还不错的样子哦，所以我们今天想说，那我们就反正今天也有空，我们就再来再开一场直播啊，那再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忧郁症的这个问题这样子。对，那呃，我想哦，就是说，如果说你们有想要就是问一些问题当中，你们待会都可以在直播区当中都可以做一个发问，没有问题。对，那我们今天这边初步定的主题就是以这个暴食的这个议题啦。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忧郁症会不会暴食这件事情。对，暴食哦，那为什么会想要聊这个有关于忧郁症暴食这个问题哈？我就是说，其实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困扰了我们蛮久。对，就是其实不止困扰他，对，那也同时困扰到我。那困扰到我的原因是因为，他会把我的食物吃掉。对，他会有时候会不自觉的会把我的食物吃掉这样子。那他会让我也蛮生气的这样子。对，那我曾经问他说：“哎，那你怎么会吃东西这么夸张这样子？”对，那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跟你的心情会不会有关系啊？跟你的病症会不会有关系这样子？然后其实我们也是这样子，也是讨论好多年了，好多年这样。所以今天特别来开个这个话题，好来聊一聊说，哎，那忧郁症会不会暴食的这一件事情？好，那如果说你自己也有一些可能的经验，然后或者说你自己也有一些朋友是不是有类似的问题啊？那你也可以待会在留言区当中做个发问。对，那我们能够看到后，我们也会尽量的做一些经验的一些分享，这样子好不好？好，那好吧，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你会不会？你觉得你有暴食的这个问题吗？我有你有暴食的问题，你为什么会觉得你自己都有感觉到有暴食的问题？哦，我没有。我一开始以为我自己是食量很大，哦，食量很大，你食对，量大到什么程度？当时大概可以吃3个便当吧。三个便当，对，三个便当哦，各位，而且那是你平常的食量吗？还是说你是突发性的？还是说你每次都会吃这么多便当？呃，不一定就要看状况，但是我就觉得自己食量很大，这样，所以我就可能需要吃到3个便当。然后如果还有人有剩白饭的话，顺便把人家白饭全部都吃光，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对，那其实我的食量不是说特别大，那有时候在便当就是吃一次便当可能会有一些剩这样子，对，那我问他吃完便当之后，对，他就问说，哎，那你的饭还要不要吃？对，然后他就把我的饭吃掉这样子，所以可是我以前也觉得说他可能就是食量稍微大一点点而已，可是直到他能够吃3个便当这件事情当中，就会让我有一点惊讶。会有点惊讶这样子哦，就是那个，不然今天没有特别问推甄的问题哦，好不好？今天特别是针对这个有关于忧郁的这个部分来做一些讨论。对，那如果有推甄的问题，我们之后再做其他的另外私下的询问，好吗？好，那再回来哈，就是说在便当这件事情就算，其实有一次让我很困扰的是，我记得有一次哦，这件事情我记很久，就是有一次我们去附近买了豆沙包，对，那个是芝麻包，对，我买了芝麻包，对，我买了10个芝麻包，而且那是很好吃的芝麻包的样子，对，那我买了，我就是期待要吃这样子，所以而且是我去买，还是你去买？我买的，是我们买的，我买了10个那个芝麻包回来之后，对，那就跟我说，有芝麻包哦，这样子哦，那我就回家就可以吃这样子，结果。我一回，因为我喜欢吃芝麻包，然后他买了10个回来，结果一回去的时候，他10个都吃完了，那而且他不是慢慢吃，就是一个下午就把它吃完了。对，那次我就很生气，就是怎么把明明说要买给我吃的，但是却把它吃完了这样子。我觉得那次其实让我有点火，可是我很惊讶，怎么可能可以吃10个芝麻包？你可以跟我讲一下你当时的状况吗？为什么你会把那10个芝麻包吃掉？你可不可以今天把这个误会解释清楚一下？就像是我朋友也有跟我说过，他可以吃完8块
八罐八宝粥的概念是一样，而且是就是同一个时间这样。那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我就是默默的一直把它吃，然后就吃完，而且是一颗吃完就接着一颗，一颗吃完接着一颗这样，所以那时候是无意识的一直在吃东西。无意识的吃东西？对，无意识的。可是你都不会觉得饱吗？会饱啊，有饱，然后会撑啊，但是就是觉得撑，一直吃东西比撑还要舒服，有一种吃东西的感觉比撑就是肚子撑这件事情还要更好，舒服，更舒服这样，所以选择一直吃这样子。选择一直吃。所以说其实你是那时候是无意识的这样吃我的这个芝麻包，对不对？对，对，而且大家会想等于想说那食量大，那就是胖胖的这样子。其实文文的体重也不是说那种超级胖的那种，这种人也还好。然后他刚刚提的朋友，他朋友吃8罐八宝粥的，就是一个同一个时间吃8罐八宝粥，他也很瘦，这样。也就是说，似乎不是因为食量太大的问题，而且其实我们的3餐都吃得很正常，因为我们平常都是文文煮饭，对，所以我们是很会煮饭的，很会料理的。那这个料理吃饭完之后啊，那就是我们的正餐都吃得很正常，很正常。只是说为什么吃完这种正餐之后，对，那还会一直吃下去？就会我觉得那个饮食的这个状况是有点夸张了。对，那我们现在后来想想，你有想到说你有可能会一直这样无意识的吃东西，会不会跟你的生病这件事情是有关的呢？你觉得？生病跟你的忧郁的这件事情会不会有关？忧郁的话，其实如果真的很忧郁的话，应该是不吃不喝，然后可以躺在床上好几天那一种，是完全不会想要吃东西，所以这个跟忧郁不太有关联，这样子。可能不一定有直接相关。不是直接，因为如果是忧郁症的话，就这忧郁来了，你情绪就很低落的时候，你就会直接想要躺在床上，或者是躲起来，然后你哪里都不想动，然后也不想要做任何事。所以说，当你的忧郁症的感觉来的时候，其实你是不想吃东西的。对。你可不可以有没有就一些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经验分享吗？我记得就有一次，就是那时候那时候还很年轻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忧郁症，然后就为了一件事情，然后就很没有动力去做任何事，所以我就躺在就是房间，然后就整3天也没什么吃，然后没什么就没吃，然后就一直睡这样，没吃没喝。然后一直睡这样子，重点是我那时候还有工作，所以我都没有打电话去公司跟人家请假，都没请假，真的那公司没有说什么？就公司的主管说，奇怪，你到底是去哪里？我差点要把你就是废掉。所以你就突然消失了3天？对，我突然消失了3天。OK， 所以说其实这个忧郁症的感觉来的时候，就忧郁的情绪来说，其实对你来说可能是不想吃东西的。对，就是完全不想动，你可以一直睡。就是一直很累，很想睡觉这样子。对，然后可能吃东西也没有力气这样子。对，那我觉得我自己也觉得啦，就是在我过去这辅导的经验里面当中，大部分的孩子，就是他们如果有一些忧郁的状况的时候，普遍也是属于比较不吃东西的，就是说情绪来了，那是就关在房间里面，那也都不想吃饭，就可能会喝一点东西这样子。那就是因为是胃溃疡导致，因为你胃酸可能过多，或者是因为忧郁症，第一个
最明显的就是胃溃疡，那所以你很容易就是胃酸过多，然后导致你可能就是反正就胃整个都会很不舒服，或者是脚痛，或者是会有抽筋的，就是胃痉挛的现象，所以其实真的就会反正也没胃口，就真的完全就是放弃食物这样，就不想吃这样子。对，就是说对于吃东西这件事情就没有什么动力这样子。因为我之前有一些学生就是也是因为可能压力太大，那后来忧郁这样子，那家人就很担心说孩子都不吃饭这样子。对，那只是说因为可能爸爸妈妈比较担心啊，可能早餐不吃，午餐不吃这样子，那就会很担心说他是不是身体会受不了，就会一直想要喂食，然后给他灌食这样。但是其实有的时候1-2餐不吃这样子，其实好像也还行这样子，还行这样子。如果说今天忧郁的时候发作了这样子，对，那外人都看你都不吃东西，很想要就是劝你进食的一件事情。好，那你会怎么回应？你会希望我们怎么做？就是不要理我，我不想吃，就是不想。可是你都不吃饭，不会饿吗？就是当时的大脑不会传达说有饿的这件事情哦，就是大脑只是一直很忧郁，处在一个很忧郁的状态。处在一个比较忧郁的状态，但是就是对饿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重视，这样子。对，没有错。对，就是对饮食啊，不管，但是饮食这个是大家都会希望知道说到底有没有，因为饮食是我们3餐都得吃的这样。对。但其实我们可能就是小到3餐都不吃，然后大到上班也不会去上班，然后连跟主管报备也都不想要的那种状况，这样做什么事都没动力了。对，我是不是连这个所谓的伤害自己这件事情都没有力气？的确，这个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因为其实我们有一些人很担心，就是当我们的周围亲朋好友说他的这个忧郁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当中我们就很担心他不吃不喝，然后甚至这样子就很没有力气，生活就过得不是很好，我们就很担心他身体出状况，那甚至会担心他会不会伤害自己。对，那这一块当中，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这一块的确是蛮重要的，我觉得这个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忧郁的状况之下的时候，你是很没有办法做，就是完全性没办法做事情的。就是包含就是可能上厕所，就可能就真的就走就是尿尿这样子，就是你可能其他的我就不想做，连什么洗澡啊什么的都不想做，你就会一直赖在床上。但如果说你真的已经去看医生了，然后已经开始投药，就会发现投药的状况就开始改善了嘛，那我们精神就会开始变好。那精神变好，第一件事情就想伤害自己。对，就是这样。这是比较，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通常会比较需要注意的状况。对，就是家人需要特别注意的，因为我们就是一开始都没有，就是都不会做任何事，可是只要一治疗完之后，第一件事情就会觉得天啊，自己怎么过去这几天都没做事啊，然后觉得自己怎么那么没有那个就是怎么没有劲这样子。对，这么没有劲这样。对。Summer 来了 ，Summer 就是吃八宝做的内容。我们今天聊忧郁症跟暴食的问题。对，忧郁症跟暴食的问题。然后就是说，现在刚刚聊到的是有关于这个所谓的伤害自己的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当我们处在忧郁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是可能连伤害自己这件事情他都没有力气的。对，本身都没有力气。但是因为我们
生病了，所以看医生，看完医生之后开始要治疗，治疗完之后他是要不断的就是开始慢慢往上恢复的过程。那只是说在恢复的上升的途径当中，因为本来是没力气，现在有力气了，对，但是想法还没改变，所以你就会去想到过去这几天的时候都没有产值啦，没有产值，怎么会那么的不就是没有价值感，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好没有用处，然后就想说算了，那我就伤害自己了，对，因为有力气了，而且吃了药有力气了，对，就是又恢复理智。所以也就是说这边特别跟如果你是周围有在就是面对正在治疗的忧郁患者的这样的一个亲朋好友，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甚至开始治疗的时候，他一开始可能还好，但是后面当中真的就是开始治疗之后有力气这一块，这个时间点要特别的注意，尤其是可能在吃药1-2个礼拜之后，开始治疗1-2个礼拜之后比较有力气了。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反而是要特别注意安全的部分，那就是说让大家也知道一下这个状况。所以说，我们稍微这个部分可以先稍微做个总结，在面对忧郁情绪来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兴趣，可能比较没有食欲，不是那么想吃东西的。对，我在这个阶段，然后也不想做事，什么事都不想做这样子。那为什么今天你会有这个暴食的问题？其实我特别会想要来聊，其实因为我们这样听下来当中，忧郁跟暴食可能没有直接相关，但是忧郁的前身，它可能会有许多的焦虑，会有许多的压力来源。压力。对，其实前几天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跟他讨论说，那是不是像你们这种做事比较要求细节的人，然后就是很多的东西都很敏锐，因为我太太她对于色彩很敏锐，味觉很敏锐，嗅觉很敏锐，就是对啊，对，就是感官的部分相当敏锐，就她敏锐到什么程度？就她这个，我的观察啦，就是我每次吃完东西，我就好好吃哦，然后过一阵子就忘记那个味道了。但我太太她会记住那个味道，她就是小当家，中华一番的小当家这样子，就是说她说这个味道之前是几个月前吃是什么样的味道，她会记得住。对，那这个味觉的部分很敏锐，那听觉的时候我都听不到那很小的声音，我都觉得那个声音是小到很像蚊子一样，然后或者我自己偷偷在厕所唱歌，小声唱歌这样子，然后他就会听到说你可以不要再唱歌了嘛，就我觉得很小声，可是他都听得到。然后在这个嗅觉的部分，我觉得没有什么味道啊，还好，可是他就觉得好臭哦，就是那个味道当中很刺鼻，就是说他的各项的感官都很敏锐。那一天后来我就问他说，是不是因为你的感官太过于敏锐，所以外界的刺激来的时候，你会接收到比较大的讯号？对，那可能也因为这样子，就变成是属于自己是处在就是一个就是人家讲的比较敏感的人，这样子，对。对，不讲话，对，不要偷讲太太坏话会被抓到，对，就真的小声讲，他都会听得到，对，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也就是说，因为像这个是属于，就是现在有一个词叫做高敏感特质，对，就是说高敏感特质的人，似乎他在接收讯息上面，他会比一般人大，同样的音量，对他来说，他这个可能就会对他说负担太大了。对，那对我们来说可能就还好。对，像我就是吃不出，然后听不到，闻不出来，就没有任何的眼睛也看不到，我又是1000度的近视，对，然后就是整个就是很废这样子。对，那他就是五官很敏锐，感官很敏锐，但是因为这样五感的部分，那因为接受这个讯息量太大，所以有的时候那些来的时候，当中似乎就会对你产生一些压力，对不对？对，那因为人一旦有压力，就需要释放压力。吃东西常常是释放压力的一个行动。因为应该这样说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们真的都不了解什么叫暴食，但是因为是最近才开始觉得说原来暴食是其实是一种病啊，它是一个瘾这样子，会成瘾。那因为暴食这种东西就像是我压力来了，可能我想要伤害人，或者是我想要自残，
可是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办法做的时候，什么东西最好？就是垂手可得的东西，例如就是食物，去便利商店买，花个几百块，我就可以买到很多食物，对，然后就可以开始一直吃，然后也不会有人就阻止你这样子。那你是吃东西的当下是开心的吗？就是说吃的时候你是会抒压的吗？开始就是说还蛮抒压的就觉得说哇太好了可以吃到，因为那个脑回路是有的，那脑回路会觉得说哇你今天吃到这个东西是开心的，因为我们最喜欢吃的就是如果压力来最喜欢吃的就是高糖高盐高热量的那这个吃下去之后你真的就是整个就嗨了，就整个心情都会非常好这样子，然后你就会一包接一包一包接一包，然后就一直吃这样子。那可能我内心也会挣扎说不要再吃了，因为真的已经快要吃完了，或者是肚子真的好撑了这样。然后直到有一次我就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就发现原来艺人也有这种行为，就是他们也会有暴食这样，然后他们又很害怕自己会胖，所以他们去催吐，对，所以我就学了这个催吐的方式。那一开始我觉得催吐很不舒服，因为吐出来嘛，不舒服这样。可是就是练就了，就是吃好几次之后，然后学会催吐之后，就发现其实催吐更舒服真的就是有一种好像就是把整个身体这样掏空出来之后，然后吐的那个瞬间蛮舒服的，因为也会有痛感，对，也有痛感这样，就是一个身体一个收缩在一个扩张出来的感觉这样子。就像Summer 我们的观众 Summer 说，那有时候生病是需要透过伤害自己，心情才会抒发。那像这个部分可能有一点痛感，是可以释放一些压力的。那释放压力的时候，像吃完之后，那因为怕胖，所以就吐。那吐完之后发现，吐好像又等于没有吃的感觉。对，又骗自己的感觉，就是那个就是吃了很开心，可是吐了吃完就有罪恶感就想说那就吐好了，对，那就去催吐，然后有时候就会整个就催吐就催吐完之后你就说哦好，那这样子应该不会胖吧这样，但其实没有，就是其实催吐完之后它残留的食物，就是你所吸收到的那个卡路里还有任何的营养或者是不营养的东西，全部都会占身体的97%。哎呦，你怎么会知道那么清楚啊？因为营养师告诉我，因为就是生病之后，然后又一直暴食，所以就忍不住就只好去，就因为又觉得说不舒服这样子，对，然后就去看应该说我们去减肥门诊，对，减肥门诊这样子。那减肥门诊是让我觉得说还不错，就至少说吃了食物比较健康，但是我们一直吃的食物都很健康，只是说因为我不晓得说原来这个就是暴食，那这个暴食是减肥门诊跟我讲的这样子。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说我们是因为要去减肥才去减肥门诊，但是因为其实是因为那时候在觉得身体上面然后就是有一些状况，因为我就是突然觉得我伤口怎么一直愈合不了我很害怕，然后就说那应该要赶快先去看一下是不是有那个糖尿病或什么的，对，然后之后我就去检查，就真的就是已经有糖尿病前期了，因为糖尿病就会前期会吃多喝多尿多嘛，对不对？那吃有对不对？然后吃很多的样子，那因为吃多同时就会喝也喝很多水这样子，对，那伤口又愈合不了，所以我就赶快去做了检查，然后发现有这个状况的样子。对，然后后来医生就给我们一些卫教的样子，对，就卫教，对，然后才发现说，其实我们是有暴食的问题。
哦，非常严重。以前的暴食大概1个礼拜可以3到4次吧，就是几乎就是几乎都在暴食这样子。对，然后之后其实一开始还没有认识，就是还没认识医生之前，的确是就是想说好，那我就尽量不暴，就是不要催吐，是因为我听的也是某艺人讲说，因为催吐的话很伤食道、伤胃，对，也是这样伤胃，然后重点是会伤牙齿因为那个胃酸会伤到珐琅质所以我个人又很在乎我的牙齿，所以我就尽量就是不催吐，可是不催吐又觉得很不舒服这样子。然后我就是学到说，那不然催吐完就去刷牙，所以还是要吐就对了。对，就是这样子。你可以就是目前这样，我们上先这个地方先做一个小总结一下就是说，因为可能来自于莫名的压力因为高敏感人格特质当中可能接受比较多的讯息，所以接受到了比较多的压力的情况下，想要释放压力。那很多人释放压力不一样。那对于我们来说，吃东西是一个很好抒压的方式，可是因为怕吃太多，怕胖，所以又把它吐出来。那吐出来之后又发现，好像又会第一个很像没吃，然后又有负罪感就没了，然后又可以那个有那个吐的感觉，那吐的感觉当中又很抒压，所以它变成是一个不断的重复循环的过程，对。那为了想要有那个抒压的方式得到获得缓解，所以试着去刷牙做各种的解决方法，这样子就是要让自己有一个这个一个释放压力的过程，对。这是到目前为止当中吃东西跟压力的这一件事情的一个观点。那现在就会想问你说，那你吐完之后，或者是就是这个这样子这个压力抒发完之后，对你来说会好很多吗？就是你当下这个压力感？其实会啦。你要不要稍微你可以说一下那个这个具体的感觉吗？我可以举例一下，就是我是一个很爱，就是真的很爱吃，就是只要压力来，就是一定要吃一些面点、甜点类的食物这样子。所以在前阵子的时候，我就去一次买了5个红豆饼，就是那个关北红豆饼，我没有在业配那么大个这样子。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慢慢吃好了，然后我就买了一袋，然后就到了7去，然后就坐下来，然后就点一杯咖啡，然后就坐下来，然后我就吃了我爱吃的，然后就这样慢慢吃。可是那种吃的时候也是很无意识在吃，然后无意识吃完的时候，我就那时候已经跟营养师已经讲说不要催吐了，对，所以我就慢慢吃，然后就想说好，我真的想吃我就吃，不要给自己压力，因为吃就是已经是压力了，吃已经是压力了，然后就这样子又是一个压力，所以我就吃，然后就莫名其妙就整个就是那个全部都吃完，然后呢，我隔天呢又来，就觉得说哇，昨天的那个口感实在太好了，我真的很想要就是再吃一次这样，所以呢，我就直接去买了，他买8送1，所以我就买8送1，9个，然后我就买完之后又到7去，然后自己在那边买着吃很开心，然后我就想说好，那这次吃完就不要再吃了，然后我现在就最近的食物就不是红豆饼了这样子。那最近换什么？最近换松饼。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松饼的暴食的状况吗？松饼就是有一次，就是因为我要去回诊，然后就下雨的时候就是刚好会经过一间松饼店这样，然后那个松饼店它很特别，是它是薄的松饼，它不是厚的，它是那种waffle，就是有格子状的，
然后那个是我很喜欢吃，非常非常喜欢吃的。然后我就然后我就停下来，就是因为下大雨，然后我就停下来，我就在那边点，我就想说，那我先点一个小点，就是巧克力好了，巧克力那个松饼这样，然后它是9乘9公分的红豆那个松饼，在那么大这样，然后我就很无意识的，那时候真的又无意识的就狂吃，说他怎么没有3-2口我就吃完了，所以我就又跟那个店员说，那我再一个本来是巧克力，然后再想说，那我再吃一个香蕉配巧克力的，然后我就香蕉配巧克力的我就吃了这样子，就又吃完，然后就发现怎么又有一个就是巧克力配花生的，就整个就是很爱这样子，然后我就又再点了一个，所以我总共那一天下午就吃了3个，一口气吃了3个松饼，这个那量真的很惊人的。对啊，然后就也是很没意思，可是真的吃到撑的时候才发现，哎呦天哪，我怎么吃那么多？这样子就整个就是吃太多，然后就开始又觉得有压力，然后负罪感又来了这样子。对，所以但是那一天我知道不能催吐啦，所以我就没有吐了这样子。然后之后呢，我就常常会。因为刚好最近回诊的次数比较多，就是要去看医生，回诊次数比较多这样，所以我只要一经过那个松饼店，我至少都会点2个这样子。然后大概吃到就是天数大概累积到第5天之后，我就说好吧，那这个就最后一个就不要再吃。你已经把他们全品项都吃过一轮了，除了咸的没吃之外，对，就是说，也就是说，目前这样讲，就是说，你好像会有可能会一个食物当中就会连续吃，而且大量短时间吃了好几天，对，那吃一吃到后来都只要没有，就是差不多，然后再换下一个这样子。可是吃东西的这一个状况还是一直存在，对，一直存在这样，然后就很像我们的，就 Summer 这边也提到说，之前有朋友他的一个人吃完一次烤鸭，对，然后类似这样子的，我没有要加盟任何的红豆饼吃，也都没有对，就是说纯粹就是因为当下可是我这样子刚刚这样听下来，我找到几个共同点，就是你在吃东西这件事，刚刚你都有同时提到了无意识这件事情，你吃东西的时候也是没有意识的状态，你就是一直吃，那另外就是吃了这么大量的一个过程，然后就是食物的过程，你也不会感觉到过饱，对，好像也没有这个完全没有这个反应这样子，对，那而且你吃的都是像红豆饼、松饼这种淀粉很都是淀粉的食物，高糖的食物这样子，对，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你会吃这些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说为什么压力来一定要吃甜食？人家说有压力的时候吃甜食会心情好，对，这个是在你身上是有体现的吗？其实应该是这样说，这个是要回归到那个医学的问题了，就是变成说这个是大脑给我们自己的脑回路啦，就是它分泌错误的那个讯号了。其实我们不应该吃不健康食物，就是高糖高精致淀粉这种食物，可是因为我们长期都有压力，而且我们没有去控制它，我们甚至都觉得说反正就肚子饿还是怎么样，随手拿了就吃这样子，这个甚至都不会觉得对身体有任何伤害这样子。但是因为去减肥门诊之后，有做了很多的卫教之后，才知道说原来这个东西就是其实是大脑就是会分泌错误，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多巴胺，会让你很舒服，可是变成这个东西会变成你没有办法，就是你吃错食物，然后却给你错误的好的讯号，对，这样子，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在
抒发压力这件事情当中，如果说我们顺利的解压，大脑就会给我们好的讯号出来。对。那比如说假设我今天我去运动，去爬山，对，那大脑给我们好的讯号，所以我们就是那你就很喜欢爬山，遇到压力来我们就去抒压。对。但是因为今天我们选择的是一个不好的方式，就是吃高精致淀粉。应该不是说这个不好方式，是因为它垂手可得哦。因为像有一次我就看到那个我去楼下便利商店，对，那我就看到那个甜筒，然后排的好整齐哦，所以我就买了一只来吃，然后一只吃完又一只吃完一只，就是大概有吃了不同口味，大概4-5种不同口味，就是我就满足了这样子，然后我就满足完之后，我就觉得哇，好开心哦这样子，然后回到家我就觉得哦天哪，我整个胃都好甜哦，这样就非常不舒服，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垂手可得，非常容易就到手的东西，但所以你可能其实你很想要医生都会劝退说，那你就转移注意力去运动啊，对，去走走啊。可是我就不想走，就不想走，就不喜欢走路，所以我不爱运动。对，就不爱运动。所以就只能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吃东西这件事情，第一个它方便，然后因为你透过吃东西这件事情，然后大脑又释放出一个好的讯号，就是你吃东西会舒压，对，所以你就不断的重复，但是它已经对你身体造成了一些负担了。对，那就像这边他们就有说到说吃东西会进入到 Zoom 的模式，对 ，Zoom 的模式这样子，就是你已经进入到一个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对，做什么样的状态，就是完全不知道。对啊，就是用这个部分，所以说那因为这样子会造成身体的一些压力，身体的负担啦，对，身体负担，所以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疾病啊，对，疾病啊，肥胖啊等等啊，甚至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更严重之类的。对，那因为吃东西它太方便，运动难度太高了，对不对？对我们来说，所以说今天如果说把吃东西这件事情的难度提升，对不对？是不是应该合理来说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点？就变成说家里没食物，家里不可以有零食。对，家里不可以有零食。可是上次好像家里放了什么零食，我还是把它吃完。就是因为家里放零食嘛，所以你就把它吃掉了啊。对，好像是之类的。就是会有这个，就是说你可能需要提，比如说我今天我不想要透过，因为我吃我就会有罪恶感，对，但是不吃又会有压力感。所以说，那我今天就不要家里面放太多，这些食物的状态，几乎不放，就不要放啊。那这样子，我们就至少我们可以提高这个对身体负担的这个部分。对，我们家也没有放泡面，就只要面类或者是那种生鲜食物，是冷冻食物就没有办法，因为冷冻食物要等它退冰。但是生鲜食物的话，我随时都可以做出一道料理，然后就大口就马上就可以吃，只要是家里有面条的，就马上就可以煮来吃这样子。但因为现在家里几乎是没有面条的状态，就是完全性的就是都是冷冻库才有的东西。要退冰啊？对，要退冰。那像这样子就是说，既然我们已经知道说，就是吃东西这件事情当中的这个影响，这样，那现在你也知道本身，那有压力来的时候，你又想吃东西，你会怎么办？你跟我们观众朋友讲一下，说你的现在的解决的方法。现在解决方法就是，会先就是家里可以放那个84%以上的巧克力，它就是一片那样子。那我会把它剥成小碎块，然后剥成很多很多块，那你会觉得说，哇，这视觉上就很满足这样子。第一个就是视觉上就有满足，所以你把它拿来吃的时候就含在嘴巴里，然后你就要有意识，真的要告诉自己说，我现在就是在吃巧克力，我在吃巧克力。那你开始嘴巴就会有味道，那味觉就停留在那，那你就慢慢吃，慢慢吃，把那些小碎碎的巧克力全部吃完之后，你就会有一种满足感。对，
真心的在品尝那个食物，对，真心品尝食物这样子。那如果真的再不行的话，就会去吃，真不行的话会去吃 buffet 啊，吃 buffet，对，因为 buffet 的话，其实你不要以为 buffet 是不好的，buffet 去就狂吃冰啊，吃甜的啊。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吃 buffet 是一个很好的食物，因为我们吃的是蛋白质。你可以先吃蛋白质，对，就是可能吃鱼、吃虾，鱼虾类的东西，因为它是低卡高蛋白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会先吃鱼、吃虾，然后再来吃肉，然后再来吃一些蔬菜。那你吃到最后，我就觉得有一种很饱到不行的状态。其实这个也就算是舒压，而且这个是完全没有违背健康的问题。OK， 所以这样其实总结下来，就是我们吃东西其实需要有意识啊。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吃东西是没有意识的。其实不只是蒙文哦，其实我后来发现我也是这样子，就是我有时候吃东西会很快，就是东西来，然后面来了，饭来，啪啪啪一下就吃完了。那但是我根本没有在感受吃东西这件事情。那尤其是我们有时候边看电视边吃饭。对，那看着电视，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就啪啪啪就一直吃下去了。对，或者是吃零食，对，那看着电视节目，玩着手机，啪啪啪就一直吃下去了。其实我们也常常会处在没有意识的状态吃东西，那像有的人，他如果说比较容易易胖体质的，这个时候当然就我刚刚怎么吃那么多？对，然后压力又来了。对，那又陷入到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就是一直在压力，然后就吃。然后就负罪感，然后再压力吃负罪感，就一直这样子。那有没有就是像因为你的状态，因为你又不喜欢运动，对不对然后你又就是爱吃东西，可是又知道这个不好。那既然压力来了，需要舒压，你现在有没有一些比较建议不错的一些舒压的方式？哇，他叹得很长一口气。有点难，就是可能还是会先塞一块巧克力啦，就是小小的巧克力，然后就去超慢跑。就是说你要先满足一下嘴巴的那个欲望，对，就是让大脑有一点点说我有吃到东西了，但是这个巧克力呢不能太快吞下去，就是要吃东西要慢啊。对，就是要慢，然后真的要好好品尝，然后不能太快吞下去。然后呢，你可以选择2种方式，我是选择2种，一种是耍废，就是玩手游，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让自己就是超慢跑一下，因为超慢跑在家随时都可以做，这个也随手可得了。OK， 就是尽量把好的东西把它变成随手可得，把坏的东西当中变成难度提高。对，吃东西慢慢吃，有意识的降低，就是不要那么快吞下去。对，然后那这样子，那你就是会比较不会那么没有意识。对，那降低运动的难度，超慢跑这样子。但我们也没有说是特别在做什么样的广告，就是说我们最近也觉得说超慢跑其实对身体健康是蛮好的，对，蛮好的。所以说这样子有一些运动完之后，不管是心理或身体的状态当中，都会有些提升。对，我觉得提升这样子。所以说这个暴食的问题当中，它好像就是一个习惯，对不对？其实一开始你会觉得它只是你真的自己以为你食量很大，但是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这个好像是暴食。要怎么判断啊？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就是食量大跟暴食？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真的也是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暴食还是食量大。可是你会发现，你只要就是胡乱吃一通，或者是对，暴食就是在不是正餐的时候吃。非正餐的时候，例如说可能你下班之后，然后或者是你假日的时候，或者就是可能睡前因为吃东西其实是很没有那个意志力的，你想吃你就会去吃，所以你没有办法靠意志力去
让自己不吃任何自己想要吃的，所以是很没有意志力。通常大部分暴食的人，通常都会是在睡前的时候吃，或者是下午就是晃神的时候，当你意志力最薄弱的时候，就会想吃东西这样子。对对，意志力比较薄弱的时候，就是非正餐的时候这样子。对，通常是这样，而且你是肚子，其实你也是不饿的状态。你不是说已经很饿了，然后去暴食，而是你根本就是不饿的状态，然后去暴食。那我感觉出来，我暴食的原因就是非常焦虑的时候，然后或者是压力感，我感觉有压力的时候，但是可能就是有一些事情，就例如说，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了。这个讯息来了，然后我可能做不好，我会觉得我可能这个我比较没有把握，我就会开始有点焦虑。那可能我会先抖脚，先抖脚，然后抖脚完之后，然后再觉得说，就是我觉得这个压力，这个应该是压力来源，然后我觉得我需要吃点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因为是很焦虑的状况这样子。山本问说什么状况会有压力，就是那个该做的事情没做好。对，例如就是睡很晚啊，该煮饭没煮饭，该洗衣服没洗衣服，对，类似这样。睡很晚，然后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我们讲一下，我们家庭不是说家事都他做，我们是有分工，就是谁看到就会谁做。对，那我讲一下说他的压力是什么？他的压力来源是因为有时候他没有做，然后因为我看到我就拿去做嘛，对，我做，然后或者我有洗衣服洗了，然后他就说他都没有洗衣服，然后都是我洗，然后他压力就很大，你知道吗？那我那天就问他说，那我这样是不是我不要做家事，都让你做就好了？然后他就说，你这样子讲我很受伤。我那天真的是，我想说你说我做家事你有压力，那我就不要做。可是你说我这样子回你说这样子很受伤，对，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做一个讨论，我们没有吵架，就是我们正在找一个怎么样让彼此那个压力就再洗一次，很有道理耶。对，我们其实也可以再洗一次，对，就是类似像这样子啊，就是我这样听下来，其实我们因为很多东西它不容易去做一些调整跟改变，但很多时候我们就那就不做了。但是我觉得它今天不仅是暴食，我觉得在忧郁的陪伴这件事情当中，当下可能会有一些状况不好，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下一次怎么样更好，就是下一次的调整。对，下一次的调整，对，因为很多人都就是会想要急着解决当下的问题。就是我今天心情不好，忧郁犯了，说我不要让他忧郁，不要让他就是心情不好，对，我要赶快不要暴食，就说你要试着忙着去解决当下的问题，但是因为你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无法控制了，对，所以就是不如就让它过去吧，过去。但是过去之后会需要重新复盘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状态是什么？今天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因为像他前几天。是昨天吗？昨天你胃不是，你要是晚上胃不舒服，吃东西这样子，所以他就后来隔天就说，我昨天反省了一下我吃饭的状况，你要不要跟我讲一下你那天那个前几天那件事情？前几天不是就昨天就昨天，因为一直很想要吃那个夹心饼干对，然后最近那个就是超市有卖了一个很好吃的。新贵派的，就是新贵派的夹心饼干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很好吃的那个芋头面包，然后里面是包麻糬，然后我就觉得实在是太诱人了，没办法，所以我就就是趁吃起老师还在工作的时候，我自己就偷偷把面包给吃完了，然后吃完之后呢，就默默的又把那个新贵派就是一条，最近它是出夹心饼干的这样子，一条这样，然后我就各口味都吃
就是吃半条，没有吃半条也吃半条，但是加起来就等于1条。对对对。所以呢，吃完之后我晚上睡觉的时候，睡觉前我胃非常不舒服，对，很不舒服。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既然那么不舒服，下次就不要再这样吃了。对，所以呢，我有吃胃散，然后再去睡觉。对对，就我觉得他我很好的是，他隔天起来的时候，他会跟我说，我检讨了一下我昨天的吃饭状况，为什么我胃会不舒服，所以他在这边当中，我们就做检讨，那昨天的吃饭这件事情，晚上吃零食这件事情，那这个状况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些回顾？我觉得把这件事情当中拉出来重谈一次，对，那下一次就做调整。对，那今天不只是饮食的问题啦，其实有时候在面对到忧郁状况发生的时候，对，我觉得不用太急着去怪罪自己，因为像我刚刚这样听下来，我们在暴食吃东西的时候，吃太多好责怪自己，对，或者是我们今天在忧郁情绪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感，对，就是说当下就会想要去责怪自己，然后想要试着急着去解决问题，但是其实不要这么赶，就是说不要那么快速，就是让他能够重新的去思考一下，那我刚刚今天是发生了什么状况？对，那为什么我会这么焦虑感会这么大？那焦虑感这么大之后，为什么我会有这些负向行为？那也许忧郁症患者本身不容易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身为一个陪伴者，就可以扮演这个角色，就是不要急着去跟他说你怎么发生这种状况，就不用去责备他，也不用试着去解决他的问题，就是等他过了这个情绪之后，然后就跟他说，那你今天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对，那你今天的情绪是什么样的事件当中让你去感觉到压力？是有讲了什么话吗？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听到了什么声音？就是说，当这些我们不断的去检讨的时候，重新把它复盘之后，那下一次就会改进了。就改进，像那个我有时候就跟他说，所以以前我们不知道，我们情绪来的就是吵架，但是现在就是会讲，现在就会讲说，那你刚刚讲的什么事情伤害到我了？对，那我也会跟他讲，那你今天的一些状况，我觉得我心情不舒服，那我也会跟他讲，就是说，变成是他是需要练习的，因为我发现好多的处在可能家人有忧郁患者的这个家庭里面，他就会跟我说，我已经治疗好多年了，我先生我太太都没有办法体谅怎么办？对，就好像忙着要去解决这件事情，但是其实这很难啦，就是说他很难当下就解决了。对，他是会需要重新的去整理跟复盘，然后把这件事情摊出来，好好的重说一次。对不对？重说一次，重说完之后，把它说出来了，哪些症结点在哪里？就像我们上一代有讲的，不要去猜，就是讲出来。把我们的需求告诉人家，请你在这个时间点，你不要来跟我讲话，不要喂我吃东西之类的，就是把你的需求告诉我。对，那我就可以针对你的需求，对，然后做一些调整。原来你这个时候你可能不希望有人打扰你，你不希望在这个你吃东西的时候当中别人给你什么样的干涉，或者是不要把这些食物当中放在太容易得的地方，就做一些这种盘点，把这些东西盘点完之后，那我们下一次就可以做改进，那下一次就会更进步了。对，因为像我可能在几年前，我的暴食是一个礼拜大概2-3次嘛，然后到现在大概1个月1-2次，对，一个月1-2次。其实前阵子有比较好啦，前阵子大概1个月1次这样子。对，那因为最近可能就是有一些。最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一些压力这样子，然后就其实也不是压力，因为其实也有一点点，就是真的很想吃零食，因为已经很久没吃零食，那个瘾头来了。对，就很久没吃零食了，所以就是会想吃，那就会比较贪嘴一点这样子。我这边要特别就是要讲一下，就是说贪吃这件事，就是有时候家人真的需要负一些责任像我有时候就会跟他就说因为他我看他也克制很久了，
喝着酒，我就跟他说，那因为其实那个夹心饼干的开头是我跟他说，那就买1条啦，好，吃2个，剩下我帮你吃。我一开始就这样说，就是我会去纵容他，我想说啊，算了啦，反正他都忍这么久了，所以我就纵容他。结果我快忽视他了，因为他直接就把它吃完了，他不是吃2个，就是直接吃，就是直接把它1条就没了。对，就是说家人其实在这边当中，其实会需要，有时候会需要稍微狠下心嘛，就是立个界限。对，立个界限。其实我这一块，我觉得也是我要学习的，因为我们因为也会疼爱我们的家人的缘故，所以我想说啊，算了啦，你就这样子，那就让你过一下瘾的样子，那放松一下。结果有时候可能这个一放松回来，然后要再调整回来，又要好久的时间，很久。对，因为说这是因为每个人的状态不太一样，对不对？那今天已经有这种前科的，不是前科啊，有这种状况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其实会需要立一些界限，所以我自己也在学习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其实会很担心。那如果说现场当中有父母的，有这个你的还觉得你的孩子当中，他可能在一些事情当中，他会跟你要求，或者是他甚至会以死相逼之类的，情勒，对，情勒这样，就是说我可能要一些东西，对，那爸爸妈妈就是可能会觉得说，那我疼爱孩子的缘故，算了，我不要让他这么辛苦之类的。但是这个界限放下去当中，很容易会让孩子不容易的去调整回来，因为孩子的克制力没有那么好，小朋友的克制力没那么好。对，那就可能在每个人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状态，就是当我们克制力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容易会下线嘛，就是会比较容易会呈现比较不好的状态。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大人在当中没有帮他守界限，守界限跟关心这件事情它不冲突，就是要告诉他什么东西是不能做的，但是虽然不能做，但是爸爸妈妈还是一样爱你。你今天譬如说我今天讲如果有孩子当中吵着要手机，我要手机啊，大家都有都没有，然后就开始情勒，这样我在学校当中就被孤立了。可是你已经觉得说你不想要让孩子在这个时间有手机，他觉得还太小，对，那他当他在地上这样子打滚或吵闹的时候，对，其实爸爸妈妈是要可以跟他说明说，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手机的需求？可以去关心他的需求，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复盘，你别人有手机的时候，你的压力是什么？陪他谈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就是好好询问一下到底是需求是什么。对，不要把那个话题关掉，不要把话题关掉，就是不准收我手机没有就没有，就是不要做这种事，就是不需要。你可以问他，你为什么会需要？那有了手机，你可以跟他说，有了手机之后，你会得到什么好处吗？什么坏处吗？就是谈，反正只要你钱没掏出来，他就不会嘛，他就得不到嘛。那就像我只要不给他买，他就得不到，我就可以问说那我应该要学习说你为什么要吃？是最近是遇到什么压力了吗？那什么样的状况当中造成你的压力了？就是重新的把每一件事情当中不断的复盘跟整理出来，讲出来，下一次做调整。对，那压力才会越来越少，那问题当中也会比较容易解决，那彼此之间的生活的调整都会比较好，对不对？但是我在报时的时候你都没看到，偷偷来，就是我都偷偷吃啊。但是我最后我会跟你讲啦，最后还是会讲说，我昨天有报时这样子，可能是半夜3点起来吃东西的时候这样。对，这个就没有办法，但我就也不需要特别去怪他了，反正发生就发生了，就下次就不要这样。因为说实在，因为我们是大人他本来就比较有行动能力嘛，对，然后他趁我睡觉做什么事情，我们那不急就算了。可是就是可以问他，那为什么你会半夜会需要起来吃东西？对，是吃不够吗？还是说遇到什么压力的状况吗？还是什么之类？就是梦游，对，就是有断片的状态。对，这又是另外的话题了。对，但是就是医生有说，这个是因为压力过大，所以导致你有就是梦游断片的问题，所以你才会可能半夜3点起来狂吃东西这样。然后我也还可以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很干净，好像都没有吃，对，好像都没有吃一样。但是最后就发现
什么食物都不见了。那么就像我，因为我就不细心嘛，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好像也都没有变，所以就是我也看不到，我对周围的环境又不敏感，对，那看不到、听不到和那闻不到，就觉得都没有变化，就发现啊，原来他半夜起来都做了很多的事情，对，所以说遇到状况说出来，不要怕被骂。对。我就怕被，我知道有人我就怕被骂，对，就不敢讲。你要试着说出来，说了人家才会知道。那一旦忧郁症的患者当中提出了需求之后，那陪伴者我们这边就聆听，那就是知道说了解他的需要，那下一次甚至可以记录下来，下一次我们就彼此做调整。因为如果说今天忧郁症患者当中他已经状态不好，这样他调整是不容易的，那应该是由我们外在环境来做调整。这样子我觉得才能够达到一个平衡啦。对。OK， 好，那我们今天的我想分享就差不多到这边了，也10点了这样子 ，OK 吗？好，那如果说今天的内容呢，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对，那你就可以在留言区帮我们就是写个1，然后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结束咯。 OK， 好，好，谢谢大家，那我们就关播咯，拜拜。好，谢谢大家。拜拜。OK。